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不结婚也不生小孩。最近的数据甚至显示，台湾新生儿数量在短短10年内正式腰斩，曾经每年有超过20万个婴儿诞生，到了2025年却只剩下约10万个新生儿，创下史上新低。台湾的人口出生率也因此跌到全球垫底的位置，超越了南韩和日本，成为最不想生的国家。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？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，让年轻世代对婚姻和生育却步？其中许多人把矛头指向居高不下的高房价，认为房价飙涨是年轻人不婚不生的主要原因。然而真相果真如此吗？高房价真的是导致少子化的罪魁祸首吗？还是说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因素在作祟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，在这场少子化风暴背后，到底藏着哪些复杂而现实的原因？首先，我们先从惊人的数字谈起。台湾的新生婴儿人数近年来一再刷新历史新低。2015年，全台还有超过21万3千个新生儿降临人间，但到了2025年，全年新生儿数仅剩约10万7千人，不到10年前的一半，等于硬生生腰斩。要知道，在50-60年前的婴儿潮时代，台湾每年出生的婴儿可高达40万人以上，如今一年才10万出头，仅剩当年的1/4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2025年台湾的总生育率预估将跌破 0.8， 正式低过南韩，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。换句话说，如今台湾每对育龄夫妻平均生不到一个小孩。我们的人口结构正在快速老化缩减，每年死亡人数已远远超过出生人数，人口已经负成长，而且少子化危机还在加速恶化。从国际比较来看，南韩在近年总算稍微止跌回升，总生育率回升到 0.8 以上。日本虽然持续低迷，但也还有些微高于我们。唯独台湾出生率一跌再跌，在最新统计中坠落谷底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的台湾可能面临劳动力短缺、经济动能趋缓、国家负担沉重等一连串连锁反应。一幅超高龄、子女稀少的社会图景正逐渐成型。幼稚园小班招不满学生，小学关门合并，中学、大学面临缺额，年轻人在社会中变成稀有人口，抚养大批银发长者。这样的未来，恐怕是我们这一代从未想象过的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少子化浪潮，政府和民间开始拼命找原因，想对策。到底是什么让台湾年轻世代不想婚也不想生？在传统观念中，成家立业、生儿育女一直被视为人生必经阶段，但如今的年轻人为何对此兴趣缺缺？社会上流行一句戏言，不婚不生，快乐一生，似乎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座右铭。一方面，这句话反映出年轻族群对婚育的消极态度；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不得不追问，究竟是哪些现实压力与价值转变，让单身不生小孩看起来比婚育更快乐？谈到年轻人生不起小孩，许多人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房价。台湾房价之高，涨势之猛，近年可谓有目共睹。对多数在都市工作的年轻人而言，买房已经变成几乎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如果说上一代人只要努力10年就能存头期款买房，那么现在的年轻世代可能不吃不喝20年甚至更久，才勉强买得起北部都会区的一间小公寓。根据统计，全台平均房价所得比已经超过10倍，也就是一家人不吃不喝10多年才能买房。在首善之都台北市，房价所得比甚至达到15倍以上。有些调查甚至指出超过20倍。高房价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购屋门槛奇高，年轻人即便双薪工作，每个月可能一半以上的收入都得拿去缴房租或房贷，根本无力存钱。许多年轻人自嘲，高涨的房价和物价就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的避孕药，因为他们大幅推迟甚至阻止了年轻人结婚生子的计划。在台湾的传统观念中，结婚往往和买房紧密挂钩，成家意味着要有一个自己的家，因而婚前买房几乎成了许多人的默认目标。长辈常说，男方若没有房，女方家长可能连门槛都不让踏进。虽然随着观念改变，这种想法逐渐没那么僵硬，但对很多准备迈入婚姻的年轻人来说，拥有一处安身立命的房子仍被视作踏实过日子的前提。
有些情侣感情再好，谈到结婚时，还是难免现实的问一句：我们将来住哪里？然而，面对动辄上千万元的新房价格，许多人只能望房兴叹。在大城市里出现一批无壳蜗牛，像没壳的蜗牛般居无定所的年轻世代。他们住在高昂租金的小套房或分租公寓里，辛苦打拼，连自己的栖身之所都难以负担，更别提营造一个适合养儿育女的家庭环境了。试想一下，一对新人新婚燕尔，却还得和双方父母各自同住，或者只能租在狭窄的套房里，连孩子的房间都挤不出来。这样的条件下，他们还敢生吗？不少人坦言，没有房子，心里就没有安全感，对未来没有踏实的预期，很难说服自己带一个新生命来到这世上。有些男性甚至因为买不起房而不敢追求婚姻，觉得自己拿不出像样的物质基础。有些女性则担心嫁了之后还是得和公婆挤在一起，没有隐私，还不如先等等。结果就是婚期一延再延，孩子的计划也无限期向后拖延。高房价仿佛一道高墙，拦住了许多原本可能迈向婚姻和家庭的年轻人。更讽刺的是，台湾的房屋总数其实不算少，许多专家指出，全国空置的房子超过数十万户。然而，这些房子变成了投资客手上的资产，闲置所住不释出，而真正需要栖身之所的年轻家庭却负担不起市面的高价房。房子在某种程度上被金融商品化，而非纯粹居住用途，当家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昂贵商品，婚姻和生育自然也就被迫往后搁置。可以说，高房价对年轻世代的冲击不仅仅是经济压力，更是一种心理压力。它让许多人对未来失去信心，看不到成家的可能性。看到高房价压得年轻人生不出小孩，政府其实并非没有作为。过去几年来，社会住宅就是政府端出的一贴药方。社会住宅简单来说，就是由政府新建或整合的平价出租住宅，租给年轻人或弱势族群，以低于市价的租金提供长期居住保障。理论上，社会住宅若大量推动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舒缓年轻人的居住负担，让他们不必终身当房奴或天天烦恼房租涨价。对许多买不起房的年轻夫妇而言，能申请到一户社宅，至少就有了安定的窝，可安心规划生儿育女。然而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有点骨感。台湾社会住宅政策这几年的进展并不顺利。前任政府原本承诺要在8年内新建20万户社宅，希望大举增加平价住宅的供给。然而，受制于土地取得困难、建设经费庞大、地方阻力等各种因素，社宅新建的进度远远落后预期。到了最近，新政府干脆大幅下修了社宅目标，原先说好的8年13万户新建社宅，现在悄悄改口，只打算直接新建4万户，不到原承诺的1/3。这消息一出，舆论一片哗然，批评声浪四起。年轻人关注的居住正义似乎被搁到一旁，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宣称将重心转向租金补贴和包租代管等措施。所谓租金补贴，就是政府发放津贴，帮符合资格的租屋族负担一部分房租，而包租代管则是政府作为中介，鼓励私人屋主把空房子交给政府，代为出租给有需要的人。换言之，政策从盖房子给年轻人住，转变为发钱让年轻人去租，以及促进把空屋变出来租。这样的转向背后有政府的现实考量。的确，盖大批社宅在土地有限的都会区非常困难。反观台湾已有不少闲置住宅，与其砸大钱盖新房，不如用现有的房源解决问题。听起来很务实，但是租金补贴与包租代管真的能取代社宅新建的效果吗？批评者担心，如果根本的房价过高，问题没有解决，租金补贴只是饮鸩止渴，可能反而推升租金市场的价格，让房东笑纳补贴，年轻人最后还是买不起房，租不起房。此外，空屋再多也可能集中在非热区地段，年轻人在主要都会区工作的住房需求未必因此得到满足。总之，社宅政策目标腰斩所透露出的信号，让不少有志成家的年轻人感到失望。或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高房价的格局难有大改变，年轻一代仍然得自己想办法在夹缝中求生存。
居住问题说到底只是不婚不生迷局中的一块拼图。高房价的确沉重，但我们也不能把生育率暴跌全盘归咎于房价。毕竟在房价相对没那么高的地区，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也未见得很强。同样地，邻近国家如日本、南韩也有少子化困境，他们的房价问题虽存在，但未必和我们一样极端。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探索的是，除了房价之外，到底还有哪些原因让年轻世代对婚姻和生子兴趣缺缺？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，才真正构成了今日少子化的复杂成因。先从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转变谈起。和父母辈相比，现代年轻人对婚姻的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。过去的人生剧本里，结婚生子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篇章，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质疑婚姻的必要性，甚至认为不婚不生也是一种理性的生活选择。这背后反映的是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价值的崛起。年轻世代受过更高的教育，眼界更开阔，他们更重视个人生活品质和自由。对许多人而言，婚姻不再是人生必需品，而可能被视为束缚自我的一种框架。他们看重的是自己的生活体验，有更多时间发展兴趣，进修学习、旅游，看看世界，在工作事业上追求成就感。相比之下，婚姻意味着责任、妥协，还可能带来一连串家庭琐事与束缚，这令讲求自由的年轻人却步。有些年轻人选择独身一人，也过得充实，享受单身的自在，不用为伴侣的事操心，不用半夜照顾哭闹的婴儿，喜欢什么时候出门就出门，想追剧打电动就不受干扰。这种生活听起来也挺美好，不是吗？尤其当社会对单身族群越来越友善，单身生活也不再被污名化，大家更有勇气说出，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过去或许30岁还不结婚会被亲友侧目，但现在大龄未婚在都会区早已司空见惯，朋友们不但不觉得奇怪，还可能投来羡慕的眼光。当单身贵族被视为一种时尚生活姿态，婚姻的吸引力自然大打折扣。除了追求自由，对婚姻的不信任感也是一个因素。现代社会离婚率高企，许多人成长过程中目睹长辈婚姻不睦，家庭失和，于是对婚姻充满怀疑，结了婚也未必幸福，甚至可能更麻烦。与其冒着可能离婚收场的风险踏入婚姻，不如维持现状省心。有的人害怕婚后会失去自我，便成为家庭牺牲奉献的角色，也有人担心结婚后要处理2个家庭的复杂关系，尤其是和配偶的原生家庭相处问题。在华人文化中，嫁娶往往不只是2个人事，更是2个家庭的结合。婆媳问题、赡养长辈、责任分担、经济开销谁掌控等等，都可能成为压在年轻夫妻肩上的大山。对那些从小追求独立的年轻人来说，这一切都显得压力山大，让婚姻看起来像甜蜜的负担，甚至潜在的陷阱。因此，相当一部分人干脆选择不进入婚姻，不婚就不会离婚。这种近乎调侃的心理，其实反映了真实的顾虑。女性地位与观念的转变也极大地影响了婚育模式。现代女性在教育和职场上的机会比以往大大增加，经济上更独立，对婚姻的依赖性也降低了。以前，女性可能把结婚视为人生必要的归宿，毕竟嫁人才能有保障。但现在，许多女性有能力养活自己，甚至活得比结婚还精彩。当女性不再为了生存而必须结婚，她们对择偶的标准也提高了。如果没有遇到真心契合、愿意分担家务育儿责任的另一半，她们宁可不将就，不愿意因为年龄到了就随便找个对象结婚生子，是许多现代女性的心声。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晚婚甚至不婚的女性增加。昔日男人主外女人主内，男主养家女主带娃的家庭典范正在被动摇。年轻女性期望的是双方平等共同成长的关系，而非传统刻板印象中的家庭角色。当理想中的婚姻对象难以寻觅，她们宁愿空窗也不愿草率踏入婚姻。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职业女性选择单身或晚婚，她们在等待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出现。但现实中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找到。上述价值观的改变直接造成的现象就是结婚年龄不断往后推延。在我们父母那一代，
20多岁结婚生子是稀松平常，30岁没结婚就算大龄剩女剩男了。然而如今30多岁还单身，在都市中非常普遍。根据统计，台湾男性初婚平均年龄已经逼近32岁，女性初婚平均也超过30岁，而且年年攀升。晚婚成为一种新常态，而有些人则永久单身，到适婚年龄也不着急，打定主意一辈子独身。结婚的人变少，结婚更晚，生育的窗口期自然缩短，就算想生也往往来不及生，或只能生一个。这是目前少子化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为什么大家都晚婚甚至不婚了？除了前面提到的价值观和对婚姻的观望，还有现实层面的考量。很多年轻人把20多岁甚至30出头的黄金岁月拿去充实自己，打拼事业。他们觉得先立业再成家比较踏实，于是投入时间去考研、进修、奋斗职场，希望经济基础稳固后再谈婚姻。尤其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，要取得一份稳定又收入不错的工作已经不易。许多人到了30岁才刚刚站稳脚跟，暂时看不到养家的底气。婚姻和孩子对此时的他们来说，更像是不敢碰的奢侈品。经济压力确实是导致晚婚的一大推手。年轻世代普遍面临起薪低、工时长、存钱难的困境。一份统计显示，台湾受雇者工时长期名列前茅，加班文化依然存在。每天忙于工作的年轻人，连约会培养感情的时间都少得可怜，更别说规划婚礼或照顾家庭了。许多上班族平日累得半死，周末只想躺平休息，社交圈也局限在同事和几个旧识之间，要邂逅理想伴侣并不容易。等到事业稍有起色，人脉扩大，往往已过了而立之年，于是婚姻大事一拖再拖，有的人甚至拖到后来习惯了单身生活，反而不想结了。除了工作忙碌，还有一个现实是薪资停滞与物价上升的不匹配。过去20年，台湾年轻人的薪水几乎原地踏步，但房价、生活成本却节节高升。年轻人发现，即使努力工作，仍难以负担买房、生小孩的庞大开销。有人算过一笔账，养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，经常需要花费数百万元，考量通货膨胀甚至更多。这还不包括父母为了孩子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。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，敢生2个以上孩子的几乎都是勇士。大多数人连生一个都要精打细算，奶粉、尿布钱从哪来？以后上补习班的钱够不够？万一孩子生病要请假，老板会不会脸色难看？这些现实难题如同一盆盆冷水，浇熄了原本年轻人对组织家庭的热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养育子女的价值和回报观，在新世代眼中也跟过去大不相同。老一辈常把养儿防老挂在嘴边，觉得孩子是生命延续和未来依靠。但现在的年轻人，很少有人指望将来靠孩子养老，相反地，他们还担心自己能不能给孩子好的未来。有人坦言，我们这一代自己都过得这么辛苦，怎忍心再带一个孩子来一起吃苦？以往生孩子有很强的道德和社会期待因素，现在则更讲求理性评估。我为什么要生？生了会不会后悔？孩子将来能幸福吗？当越来越多人盘算这些问题，生育冲动自然趋于冷却。根据政府的调查，女性不想生孩子的原因中，排在首位的就是经济负担太重。超过一半的受访女性承认钱是最大拦路虎，其次则是不想因小孩改变现有生活，以及担心孩子教养和未来发展等原因。换言之，钱、自由和育儿压力这3座大山压得潜在妈妈们裹足不前。女性如此，男性其实也好不到哪去。虽然调查多半针对女性生育意愿，但男人们面对抚养家庭的经济账时，同样压力山大。如果说高房价是其中一笔大支出，那育儿成本便是另一个无底洞。一对夫妻要生2个小孩，表示他们得准备好长达20年的沉重支出和照顾责任，还要同时兼顾各自的职涯。在当今快节奏又竞争的社会里，想想都让人打退堂鼓。除了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原因，整个社会环境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不可忽视。台湾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快速的经济转型，从传统制造业社会走向服务业和知识经济社会。产业的变迁带来劳动市场的变动，
工作形态更加弹性多元，但也意味着许多人处在非典型就业、短期合约、兼职接案的状态。相较于过去进大工厂端铁饭碗，现在的年轻人工作稳定性降低，对未来收入的可预测性变差。当一代人面临的是这种不确定的职场环境，他们对成家立业就更趋保守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份工作随时可能失去，或者收入时好时坏，谁还敢随便养孩子呢？有些年轻人选择创业追梦，然而创业初期往往入不敷出，更没条件考虑婚育。有些人斜杠多职，忙于奔波不同工作点，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上，更别说建立家庭。而在现有的职场文化里，生育友善度也明显不足。许多女性在职场上面临隐形天花板，她们担心一旦结婚生子就会被当成累赘，升职加薪无望，甚至可能被资方找理由淘汰。职场对孕妇与育儿妈妈并不总是友好，产假结束重返工作岗位，可能发现原来的职缺已被取代，孩子生病请假，主管可能露出不悦神色，下班还得赶回去接小孩，无法加班，渐渐的被边缘化。这些现实都让职业女性对生育怀有顾虑。男人方面虽然没有怀孕生产的直接影响，但若要承担育儿责任，也难免在工作和家庭间左右为难。在台湾职场，男性请育婴假虽合法，但真正敢请长假照顾小孩的父亲并不多见。一来薪水可能减少，二来怕影响前途，所以大多数育儿的重担还是落在家庭自己身上，而家庭能获得的外部支持有限，托育资源不足，幼儿照护服务昂贵也是长期问题。对双薪家庭而言，白天上班小孩谁带，托儿所名额一位难求，请保姆负担不起，只好求助长辈。然而现今祖父母一辈年纪也大，体力精力未必应付得来。整体而言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并没有让年轻人觉得生儿育女是件有保障的事，反而处处觉得如果现在贸然生子，可能陷入经济和生活的困境，甚至连居住环境的细节都在影响生育决策。现代都市生活品质虽高，但居住空间狭小，生活压力大，很多人在城市里过的是蚂蚁人生，挤在狭窄的租屋处，通勤要花很长时间，生活空间连自己都嫌不够用，更别提容纳小孩的活动天地。相较之下，一些乡镇地区虽然空间大，生活步调慢，却因工作机会少，留不住年轻人。结果就是年轻人集中在都市打拼，又被都市的高生活成本和空间狭隘所困，形成一个两难的局面。这也让不少人生出丁克、双薪但不要孩子，或者干脆养宠物代替孩子的念头。现代社会中，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可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对一些人来说，猫狗既能陪伴又不用负担，像小孩那么高的教育医疗费何乐而不为？于是就出现了长辈苦笑着说抱孙无望，只好改抱毛小孩的现象。综合以上种种因素，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年轻人不婚不生绝对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。高房价虽然是被经常提及的罪魁，但只能说是众多原因中的重要一环。它像一只沉重的大石头，压在想婚想生的人心头，但在大石头周围其实还散落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石块，一起构筑了年轻世代却步的高墙。让我们梳理一下这堵墙的构成，有经济的磐石低薪、高工时、高房价、高养育成本，有文化的砖块个人主义、自由至上，不愿被传统家庭束缚的价值观，有社会的沙砾晚婚潮，适婚对象难寻，单身社群扩大，有制度的裂缝，职场不友善，育儿支持体系不足，居住政策未尽其功。每一项因素单拎出来，或许不足以阻止一个原本渴望家庭的人，但当这些因素层层累积，同时压向年轻世代时，再热血的人也会开始动摇，婚姻到底值不值得？小孩到底生不生得起？于是最终越来越多人选择避开这条艰辛的路。那么高房价到底是不是主要原因呢？就数据而言，高房价确实与低生育意愿有一定关联。在台湾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往往是房价最高、生活压力最大的都会区，比如台北市、新北市。在那些地方，
不婚不生的风气也特别盛。而相对而言，一些房价较低、生活成本没那么高的地区，生育率稍微高一些，尽管也都远低于世代更替所需的水平。这暗示着经济负担和生育意愿确实存在某种此消彼长的关系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例如南韩、日本这样的国家，哪怕在经济停滞甚至房市下跌的情况下，生育率依然低迷。南韩近年来房价涨幅趋缓，甚至局部下跌，但年轻人不婚不生的趋势并没有迅速扭转，可见文化与观念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。如果年轻人内心对婚育没有强烈向往，就算给他们房子和补贴，效果可能也有限。有人形容，现在亚洲发达社会的少子化状况是几乎无解的难题，因为当一整个世代的想法都变了，不是靠一两项政策就能改变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改善经济条件和政策环境不重要，事实上，政府也深知问题的复杂性。近年来提出所谓生、养、育、住、植5大面向并行的策略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从生育补助、不孕症治疗等想生孩子的动机开始，到养育津贴、育婴假的敢生孩子，再到幼托、公幼、公立学校品质等孩子养育环境，以及住房支持、社宅、租金补贴等和就职环境、友善职场、合理工时的改善，全面营造一个让年轻世代愿婚、敢生、乐养的社会。然而，这些政策措施目前看来收效仍然有限。以经费数千亿元的大型少子化对策计划为例，实施多年下来，台湾总生育率不降反降，从 1.0 左右跌破了1，更别提离政府设定的回升目标 1.4 差多远。显然，要扭转少子化这股大潮绝非易事。或许我们该抛开单一靶向解决的幻想，因为没有任何银弹可以一击化解年轻人不婚不生的困境。高房价是毒药，但解药不会仅仅是让房子变便宜，尽管那是必要的努力之一。正如前面讨论的，年轻人所考量的是整体生活的成本和品质。如果社会能够在多方面做出改变，让房价趋于合理，让职场对新手爸妈更包容，让教育养育的负担减轻，让组成家庭不再意味着牺牲自我，那么或许渐渐的，婚育对年轻人来说才不再是一件望而生畏的事。少子化绝对是台湾当前最严峻的挑战之一，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问题。我们用了很长的篇幅盘点了年轻人不婚不生的各种原因，高房价只是其中突出的一环，还有价值观、经济、职场、教育等盘根错节的因素。了解了这些原因，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未来该如何走下去。毕竟，人口不可能无止境萎缩而不付出代价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年轻人应该调整心态，多为家庭牺牲一点，少计较物质条件。也有人会批评政府施政不力，未能给年轻世代足够支持。在苛责年轻人自私或政策无效之前，我们不妨换位思考，当前的环境是我们集体塑造的，少子化并非哪一代人的错，而是社会转型中的一种结果。要扭转它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长期投入。未来的台湾会变成什么样？如果不婚不生的趋势持续下去，20年、30年后，台湾将变成一个老人居多、年轻人寥寥的社会。我们的村里社区可能只听得到拄着拐杖的脚步声，很少再有婴儿的啼哭和孩童的嬉戏。学校教室可能关得比超商还多，产房比殡仪馆还要冷清。经济可能因劳动力短缺而放缓，甚至国防都可能因士林兵源不足而受影响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照目前趋势推演出来的一幅图景。然而，事情会一路朝最坏的方向走下去吗？也未必。我们也看到国际上有些国家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激励生育，有些略有成效。比如法国透过完善的育儿补助和托育系统，一度把生育率维持在较高水平。又比如北欧国家透过性别平等和育婴福利，减轻了年轻父母的压力。台湾或许也能从中借鉴，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。至少目前社会各界已达成共识，少子化问题必须正视，不能再视而不见。居住正义、职场改革、
教育改革等等，都成了热门讨论议题。高房价问题虽积重难返，但压制房价炒作、增加住宅供给仍在持续推动中。社会也开始鼓励多元的家庭模式，例如支持婚后与长辈分开居住，减少摩擦，推广夫妻共同分担家务、育儿的新家庭价值观等等。我们希望能迎来一个改变的契机，也许再过若干年，台湾的年轻人不再需要在梦想与家庭间做残酷抉择，他们可以既拥有稳定的生活，又放心去迎接新生命的到来，那将是一个很棒的未来画面。公园里再度充满孩子的笑声，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漫步，脸上洋溢着安心的笑容，不再为房租房贷愁眉不展。办公室里，同事们对请育婴假的爸爸妈妈报以理解的鼓励。社区里平价可负担的社会住宅林立，让每个努力工作的年轻家庭都有安居之所。要实现这样的未来，很难吗？确实不易，我们必须诚实面对。但正因困难，我们才更需要努力。高房价也好，未婚主义也罢，这些都不是无法改变的天命，而是社会发展中的问题。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回应。当年那些导致人类演化出无比韧性的挑战，最终不也被一一克服了吗？现代的年轻世代同样有机会用创新的思维和行动来改变趋势。最后，我们或许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。不婚不生固然是个人权利，但如果有更多人是被迫因现实压力而放弃婚育梦想，这就是整个社会的损失。我们期待一个环境，让想结婚的人不再因房价却步，让想生孩子的人不再为养育成本所苦，也让那些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人都能被善待、被理解。当我们做到这些时，台湾才能真正走出少子化的阴霾，迎向一个世代接续、充满生机的未来。总而言之，高房价是不是不婚不生的主因？也许是，也许不是唯一的。但我们确定的是，解开少子化这道难题，需要我们同时松动多个束缚年轻人的枷锁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爱情和希望重新在这片土地上萌芽，让渴望的新生命有勇气降临，为这个社会带来新的活力。对此，我们别无他法，只有共同努力，拭目以待。